大家好，本部影片看到的场景呢，其实比较接近平时的种植方式啊，也就是东种种西种种哦。平时为了方便观众朋友观看呢，剪辑影片时会将影片切割开来，变成作物逐一记录的影片啊。这下方种植的是软骨蒜青哈。日前种植的蒜黄食用后呢，感觉还可以拿来包水饺啊，于是原地加种才导致蒜种不够用的现象啊。剩下的空间呢，就补上一些客家葱进行混合种植。现在在一旁要种植的是西螺大叶菠菜啊，菠菜的种子比较大颗要一次只取几颗直接分撒，或是加在沙土里进行撒种都蛮容易分散的。如果要采用先将种子搬到细沙土里的方式播种却没有筛出细沙土的工具啦，就可以将土壤捏碎后，利用甩动的方式让比较大颗的土壤浮到表层，再将大颗的土壤捞掉反复做个2-3次，就可以只剩比较细小的沙土了。我们这附近菠菜大量种植区呢，是选择在沙地所以若是比较湿黏的土壤呢，可以选择在土壤比较厚实的位置啊。主要因为它的根系可以钻很深却又很怕过于潮湿啊。另外种植前呢，若是把土壤挖松的深度加深一点呢，对于它的生长也会很有帮助啊。现在先将撒种后要覆盖的土预留在一旁啊，而这溪地上方的平面有略微左高右低啦，这浇水后呢就可以更为明显撒种前将种子与事先筛出的细沙土均匀搅拌。撒种的时候呢，不用客气的抓起土壤往外甩出去太小心的话呢，反而种子会不容易分散了。不过这样多放点土壤才有多练习的机会啦，不然像现在这样才感觉刚顺手时呢，就已经撒完了。接着就可以将预留的覆土回推啦，这也是要用力推出去不然卡在中间呢，就会更麻烦啦。若是很没有把握的话呢，也是可以用手把一旁的土抓起分撒啦。虽然前院还有一些空间还没有种完但是适合种植菠菜的位置呢，就只剩这块地了。这是因为菠菜生长时有个特殊要求就是要远离路灯啊。当夜晚有路灯照射时呢，会出现提早开花的现象啊。但是如果您想要留种或是收集种子呢，也是可以反向利用生长特性快速收集种子啊，也算是善用作物生长特性的方法。接下来的浇水时间呢，观看过多部影片的观众朋友呢，应该有发现环绕水池设计的巧妙之处啦，随处都可以轻松取水刚才在砖道走道旁略挖出的沟槽呢，这是配合溪地略微倾斜的蔓延道啊。由于菠菜可以不需连根拔起，反复采收若是时常从上方浇水呢，很容易导致土壤板结啊。加上种植密度比较高，不方便进行松土这样的设置呢，可以减少从上方浇水的频率啊。如果种植时呢，发现菠菜原本长得好好的，突然就挂掉了很大的原因就是土壤已经不透气了。虽然菠菜建议撒种前呢，得进行浸泡来提高发芽率啊，不过因为这不是种植在沙地里土壤遇水后呢，可以保湿的时间比较长个人所有种子育苗时呢，并没有事先浸泡的习惯而采用前3天呢，都得持续浇水这种子一次撒那么多呢，也很难评估发芽率啦，但至少发芽的数量是个人可以接受的啦。而第一次浇水时呢，一定得让土壤吃饱水就是了。接续来进行黑美人紫色番茄移植
当初撒在防虫网内呢，拔草时没注意啊，就只剩这2颗幼苗了。这种番茄是种有趣的啦，除了紫色很特别外呢，它还得要有足够的日照才有办法转色成功啊。转色成功显然是紫色的，但是没有成功，没有细查会是什么颜色哈。而这在防虫网内呢，早已经被这些十字花科压抑住好久了。自行育苗的好处是挖起的土块很大块哈，随便种都会活啦，几乎不用任何休养期哈，就可以继续生长。而要有足够的日照，当然是选择被环绕水池围住的棚架区了。好的位置已经被提早种植又无聊尝试移植的菠菜占走了哈。棚架中间也被四季豆跟大陆妹先卡位了，唯一就只剩下最右边的2个位置了。整好地之后呢，才想到要有足够的日照才有办法转色成功哈，于是又回头又将菠菜移植一次啊。一直有人对菠菜移植很有意见哈，就顺道再验证一次啊。个人的想法是，只要细根有保护好哈，移植成功的几率就很大了。就像现在这要移植的紫色黑美人番茄哈。自行育苗的好处是呢，很容易可以带起很大的土团啊，可以完全护住细根哈，存活率几乎是100%吧。进行移植时呢，只要挖个洞哈，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保持原来的深度了。若想要种高一点哈，一开始就把土壤先行垫高哈，别种植后呢才拼命覆土哈，做自欺欺人的动作了。虽然这土团比较大哈，浇水的动作一样得做了，这样可以让根系土团快速的与新位置的土壤结合之外呢，也可以顺便调整一下哈排水与日后浇水的便利性啊。接下来这是最近想到的省时措施啊，在每个种植空间呢都留下一个简易堆草槽哈。要堆肥也行啊，当蚯蚓食物也可以哈。当然也可以只是暂时堆放杂草的空间啦。要先行晒干，后续再一起处理也可以啦。这样就可以随时顺手拔草哈，不用再搬来搬去了。中间这一槽呢，之后就是中央种植区的杂草收纳区啦。而堆草槽有一个使用重点哈，就是堆杂草呢要不断堆上去啦，反复堆叠后呢，下层杂草就算接触到土壤呢，也不容易再长出来了。而若是再长出来呢，长出的杂草也可以轻松拔起哈，完全不用担心啦。设置好中央堆草槽之后呢，看到一旁好整以暇的位置哈，就继续来移植长出针叶的玉香南瓜。自行先在花盆里育苗的好处呢，除了可以调配移植的时间哈，还可以偷取生长所需要的时间啊。这也是为何会有观众朋友觉得作物生长速度很快的一个原因哈。因为个人平时一天最长只有3个小时可以来这里搞东搞西啊。但是如果你的种植空间有做一些安排哈，慢慢做就会越来越省时省事啦。行有余力的时候呢，还可以往美化的方向前进哈。这样种起来不但舒服，也会有退休休闲的感觉啦。就像现在浇水一样哈，这块地的种植空间取水的距离呢，个人也觉得算是一件佳作哈。只剩最角落的位置呢，才需要走上5步的距离啦。厉害的人再多走2步就可以7步成诗了。但说到3步取水呢，则是个人继续改善的目标。
10天后来做个生长进度回报。眼前这直接播种，没有覆盖稻草的蒜苗已经长出来了啦。好处是可以直接观看土壤湿度进行浇水了。但没有覆盖的坏处呢，就是保湿效果明显会差很多了。而一旁播种的西螺大叶菠菜也已经长出来了有发现这小黑很会抢镜头吗？上方需要设置这些怪怪的设施呢，就是专门为它而做接着令人惊奇的是，紫色黑美人番茄竟然已经开始开花了不过此时的气温仍然忽冷忽热的交替就先让它继续自然生长就好一旁的玉香南瓜有经过移植的这株呢，生长速度明显比较快啦。这表示移植方法与过程呢，对它的生长完全没有影响。最后这经过移植2次的菠菜呢，看起来一样生长得很不错啦。不过菠菜要进行移植时呢，千万要把它的细根保护好一旁则是另一株紫色黑美人番茄谢谢收看。